2019年1月7号，华为在深圳正式发布了基于7纳米工艺 ARM 架构，主频 2.6G 赫兹，最高64颗内核，并且支持 PCIe 4.0的鲲鹏920。从它诞生之初呢，鲲鹏920就被冠以最先进的国产 CPU 名号。经过了1年半的发展，而今终于在某神秘平台以7500元的售价淘到了它。今天就让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颗国产最强 CPU 的表现究竟如何吧。首先，在开始前要简单说一下架构问题。我们通常使用的 PC 端 CPU 大多数使用的都是 X86 架构。如今我们经常使用的是 Windows 和 macOS， 它们都是基于 X86 架构开发的系统，这也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 PC 架构。而我们今天的主角鲲鹏920是用了 ARM V8 的架构。而最早运用 ARM V8 架构的处理器是苹果的 A7 处理器，到现在 ARM 架构也被广大手机厂商所使用。没错，95%的移动端设备都是使用 ARM 架构的处理器。ARM V8 架构支持64位系统，而华为将移动端的技术完全移植到了 PC 端。别以为只有华为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最近苹果也在布局这一领域。至于软件的兼容性如何，我们可以后续再讲。硬件方面，我们买到的是使用了 D92S10鲲鹏主板，主板上面印着大大的 Designed in China。CPU 型号是华为鲲鹏920 2249K 8核8线程。CPU 是直接焊在主板上面的，所以它不能进行更换。由于使用了7纳米工艺所以主板供电并没有设计的非常夸张。这块主板拥有4条 GDDR4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的是64G 内存，但是最让我觉得困惑的地方呢，是这台主机并没有使用国产内存，而是使用到了金士顿的2666内存条，2根一共16G。主板还有3条 PCIe， 一条 PCIe 3.0×16，一条×4，一条3.0×1。此外呢，这块主板还拥有6个 SATA 3接口，2个 M.2 接口。并且预留了无线网卡的接口。在主板 I/O 方面主板拥有1个 VGA 接口，2个 USB 2.0和2个 USB 3.0，支持记忆网口或者是光口。基本上这块主板已经支持现在主流主板的所有功能了。说完最关键的主板和 CPU， 这台主机搭配了一块 256G 的 SATA 硬盘，200瓦的电源和一块银通的 RX550显卡。没错，如果想要用这台主机，那就只能使用 AMD 显卡。此处空投 AMD 也死在弹幕上。开机的时候你会听到非常复古的滴的一声，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大大的 UOS 字样。UOS 是基于 Deepin 打造的 Linux 系统。是由统信软件开发的操作系统，很多人都说这是国产系统，但是在二金看来呢，这就是从 Linux 改造过来的生态系统，与银河麒麟类似，并不算是100%的国产系统。但是相较于银河麒麟来说UOS 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支持64位。进入系统之后呢，二金被 UOS 简洁的系统所吸引到了。没错，设计非常的简单，并且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卡顿存在。但是界面操作起来有一种 macOS 和安卓的感觉，可能呢是为了营造某种高级感整体上来说，默认系统的功能不少，并且最高支持 4K 60赫兹的分辨率，还可以更换主题颜色，还能修改界面图标等外观设置，而且还支持语音输入等系列功能。这时候这台主机给我的感觉就如同一台放在桌子上面的手机，除了不能触摸外，功能都差不多。但是好音效还没有在脑海里面生根发芽呢，味道就已经变了。当我想去使用应用商店时，系统会提示我激活。我7500块钱买来的主机居然连系统都没有激活。想要激活呢，需要再额外支付800元哦。如果没有激活的话，基本上这台主机的应用都没有办法下载使用。没办法，我们只能选择试用激活。但是在激活之后，二金又发现这里兼容的软件真的非常的少。对于我这样子的视频工作者来说呢，最常用的 Adobe 全家桶、达芬奇等等这些软件都没有办法安装使用，设置远程软件没有办法使用，即使是入头后的权限也是非常有限的，连娱乐必要的 Steam 都会因为没有32位环境包而无法正常安装。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说国产系统是否先进的这样一个问题目前所有国产系统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构建软件的生态系统。
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软件生态，势必无法吸引到普通消费者的目光。那我们就更不用说如何去说服消费者们主动献上钱包了。OK， 说了这么多，鲲鹏920性能到底如何呢？认为国产无敌强的小伙伴们请打1，而觉得可能没有说到的那样厉害的小伙伴们请打2。首先，这里我们先尝试了一下 Blender BMW 测试，软件兼容上完全没有问题。至于这个软件在 Linux 环境下能否得到充分的优化，二金觉得呢也是挺够呛的吧。最终测试成绩11分47秒，这个表现呢真的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啊。随后我们又尝试播放了 B 站上面拥有超多弹幕的炮姐视频，完全没有卡顿，而播放流媒体的4K 视频呢也是足够流畅的 ，CPU 的占用也不是很高。最后就是播放本地的4K 影片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回算是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卡顿，也的确证明了这台机器的解码能力啊确实一般，性能方面有一些差强人意，也注定了这台主机只能做一些轻办公的命运，用个 WPS 上个网啊，看看新闻呢，还是都不成问题，最多也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编程了。二金还自己手动尝试了一下，重新去安装 UOS， 安装过程啊的确是非常的简单，跟随指引一步一步来就好了。但是在系统安装过程当中啊，这台主机也出现了宕机的一个情况。二金也会把 UOS 的下载安装包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栏当中，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一下。从腾飞到兆星，再到现在的鲲鹏920，整体来说，目前国产 PC 自研领域嘛，还是与英特尔、AMD 甚至是苹果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从14年开始，我们就在说从无到有，如今6年过去了，我们的确解决了从0到1的这个难关，但后续的问题也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如何从1到100，再到1000，甚至到10000，这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还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系统架构，目前 ARMv9 已经发布，但是华为并没有得到授权。其次就是软件生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单单依靠一家公司、一家企业，哪怕是一个集团，远远都是不够的。苹果之所以敢在桌面端芯片领域宣称更换平台，背后依靠的不仅仅是自身强大的研发能力，更多的还有它身后的2300万个独立的开发者。看来国产 PC 自研之路啊，还依旧是任重而道远的。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请为这期节目点赞3连，或者是发送给你的小伙伴，强行安利他。没有关注二金的小伙伴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打开小铃铛，随时关注我们的更新。我们下期再见吧。